我这次来泰国啊，新的大概是这样子啊。泰国他只要你的钱，他没有要你的人，因为你从他的移民政策，你就可以看到，你这边开公司，你赚到了钱，我告诉你，你这个地方你没办法累积，你只能娶泰国人。但是你就算娶泰国人，那你的财产所有东西都要登记在那边，你能够拿走的就只有动产。你在这边你没办法做超过几十年、100年的传承，对不对？你的财富没办法累积，所以说你这边最适合的是什么？大家来这边捞钱，你不管随便搞一搞啊，无所谓，你就赶快跑。所以大家在这边的做法都是这样，来来去去。所以说，你当一个国家你没办法让外国人在这把赚到的钱留在这个国家，你就会有财富的断层。你说你正常的国家，你其实你赚到钱之后，这边的人其实是会想要把钱留下来，因为你只有把钱留下来，你的人生在这边你才会有一个基础。你想说几十年后不管怎样，可能还会过来，但是你在泰国没办法，对不对？你也没办法买土地，所以说，那你买长度那种，你买的价格一定都比本地的还要高，所以根本就没有搞头。你会发现路边为什么都是一些情绪消费型的？其实像马杀鸡，还是一些有的没有的一个娱乐产业，其实这种都是当下消费的都是你跑现金流的，你只能跑这种你反正你就先当下，你拿到钱你就想办法先把它转移掉，这样子大家都没有烦恼，因为你没办法考虑太长，你的那个公司也要51%，你公司51%，而且你这种是你要保证你没办法赚到太多钱的，你要是赚到太多钱，你马上就会有人出来跟你要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所以当我在这边这样子走，在各大商场还是在路边看，你在商场里面你会看到说，可能一样的面，你在商场里面变180、250，那但是你去到旁边的街头，它可能了不起就变成40块、50块，就是变在地人。那你中间这一段在哪里？100的其实就是上班族。我也有去一些金融区看这些办公室，其实了不起就是100，你好一点，像湾班购那个地方，它可能还可以接受到差不多150，但是我觉得它的整体的环境对一个外来人来说，你很难去思考一个太长远的事情啊。虽然很多都说什么出海来到曼谷，但是我觉得啊，至于这边到底能不能赚到钱，你赚到钱的就留下来，你赚不到钱的就回去，大家其实就来来去去。那把这边当成是一个中转站。国际教育来说，你光是在这边 IB 学制，世界平均分数36分以上，他这边好像也只有帕坦纳就1间而已。你给他说好的学校了不起不会超过3间，为了之后去欧美，因为这边还是比较便宜，对不对？但是你做中转，你在这边陪小孩子读书10几年，至少12年，那你还可以在这边留下什么？还是说你只是来了这边12年，就是你在这边把钱这样子花一花，开心了就走了？那你留下了什么？你在这个国家你没有留下什么啊？你只是留下消费而已。我自己的习惯，其实我如果发展一些情况，我都想说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作为人生的另外一个基地？因为你的人生如果要拿个差不多12年下来，你第一你要把财富变成存量累积，对不对？就房子，那你就算搞那些事业啊，搞什么东西，它其实真的要看这个地方的法规健不健全要不然你什么事情都用钱来做解决。短期是一个好处啦，说真的啦，你刚做那绝对是一个好处，因为它就是加速。但是你长期来说，有时候会很累，因为你保障就没有那么健全，对不对？你所有东西它都可以推倒重来，那这样怎么谈？